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跑男谁最拼？杨云晴垫底，白鹿 baby 并列第2，冠军当之无愧。拼搏不息，速度奔跑。作为主打刺激感受的娱乐竞技类节目，跑男从14年开播，能保持这么多年，拥有着高国民度。不管常驻成员怎么更换，都能够吸引新的粉丝，靠的便是坚持如一的核心创作，把艺人往极限上去逼，让体能的魅力展现无疑。新一季收官之战，更是将这个策略贯彻到底了。在炎热的泰国，先是进行户外运动，让成员们汗水直出，后是进入按摩场所，用一场看似消耗不高，实则费心费力的比赛，让沙溢喊出泪这个字。为了完成节目组设下的考验，大家发挥的都蛮在线的。但要是给拼排这顺序的话，杨云晴是无奈垫底，白鹿与 baby 这2位女将能并列亚军，而冠军的归属算是兄弟团与观众一起认证的，可以说他拿是当之无愧的。因与蔡某人在一组，杨云晴戏份难剪辑，白鹿膝盖没火 ，baby 形象狼狈。受蔡某人的影响，收官之战中杨云晴的镜头已经算是后期努力从素材中扒拉下来的了。但由于分组一直是2人一组的，沙滩追逐环节的是由2个人一起动作的，所以即使后期再偏爱，也没有办法剪辑出杨云晴更多的戏份，这就导致她在前2个项目中表现得无功无过的，在叠加姿势的游戏里又早早被淘汰，导致观众看不出有啥拼劲。但实际上，在节目录制外，她为了能赶来拍摄一宿没睡，在车上补妆，一个急刹车后还没了半条眉毛，美女是不容易的。杨云晴的难体现在节目外，白鹿与 baby 的惨则在正片中展露的尽致。在最终游戏中，白鹿先是抽到摸脚后跟，后是抽到摸耳朵，本来要跪在地上走，对膝盖来讲就挺折磨的了，结果她运气有点没，又抽了个只能单膝在地面上。为了完成挑战，白鹿没空美美的，只能侧躺在毯子上，头发都盖住了大半张脸。从后边到桌子前，虽然路只有短短的1截，但他的用膝盖一点点挪过来，看着就蛮可怜的。而他也忍不住求救，表示自己的膝盖要被磨得着火了。由于2只手都用上了，所以翻不开牌，只能急得用嘴巴去叼一叼。白鹿是膝盖疼，baby 是被水球给砸晕乎乎了。跟结仇众多的范丞丞一对，整场追逐游戏中，参与感最重要的就是他俩。被导演指定为开始游戏的第1组，他俩2次将水球扔给王鹤棣沙一组，结果2次都被抓到了，被扔了2次。当王鹤棣沙溢能使用进攻权时，这泳帽自然是狠狠往2人头上砸的。baby 成为全场第1个头发被泳帽覆盖的人，泳帽紧的 baby 好了2圈都没有掉，满脸都是水了，还要回头关心是不是真的抓到了。baby 的胜负欲彰显了他是多么的努力，就如同他所讲，他在这样游戏里的狼狈是很久没有过的了。沙溢老当益壮不服输，曾认为跑男不适合自己，却坚韧陪伴4季时光。第1名是归属，是杨云晴在游戏中亲自认证的拼搏老大哥沙溢。与青春朝气的王鹤棣一组，本以为沙溢会拖慢对方的跑步速度的，谁料王鹤棣一长腿一迈跑得超快，沙溢同样是丝毫不差的，有老当益壮之意。在最终环节，依沙溢的柔韧性，就算他被第1个淘汰了也不让人意外，但他就是不服输，明明全身上下没几块能动弹的地方了，这匍匐前进也要自己到桌子面前去。当抽到大动作牌需要站起来时，明知道不太可能，他却还是接着挑战，最后摔倒在地上，
沙子爹笑得很是满足。曾经，他以为这个考验运动的节目并不适合自己，现在他已成兄弟团的核心人物。那么，你们喜欢他的发挥吗？